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在野说。最近几年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中国社会像是被架在火上烤，哪哪都透着股绝望劲儿。前阵子刷到一则新闻，河南一个村子因为征地补偿太低，村民跟地方政府干起来了，结果警察直接上手，场面跟拍电影似的。这事儿还没平息，网上又爆出某地官员把征地款私吞了90%，老百姓拿到的不过是点毛毛雨。说到这儿，我不禁想问，这土地财政到底还能撑多久？中国老百姓还能被压榨到啥地步？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土地财政崩盘的惨状，还有地方官是怎么靠征地敛财把老百姓逼到绝路的。这事儿可不是空口白话，有数据有案例，触目惊心，看完你估计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先说说背景，过去几十年，土地财政可是地方政府的命根子。没钱咋办？卖地啊！靠着卖地盖楼，中国 GDP 蹭蹭往上涨，地方官腰包也鼓了。根据财政部数据，2020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高达8.4万亿元，占地方财政收入的40%以上。有的城市，比如杭州，土地收入甚至占到财政的70%。这钱来得快啊！拆一片地，卖给开发商，盖上楼盘，转手就是几百亿，地方官再从中捞一笔，日子过得不要太滋润。可这好日子到头了。2023年，土地出让收入直接腰斩，跌到4.2万亿元。2024年更惨，估计连3万亿都保不住。为啥？经济下行，房地产崩了，没人买房，开发商也不敢拿地了。地方政府没钱花，只能变招法炸老百姓。征地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，可这稻草底下藏的全是黑幕。拿数据说话，根据社科院的报告，2022年全国因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超过5000起，涉及上百万农民。2023年，这个数字翻倍，达到1万多起。你以为这只是数字？背后是一个个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家庭。说到征地，就得提一位业内人士，干了30年建筑的建造师老李。这哥们对征地内幕门清，前阵子跟媒体爆料，把地方官的脏手抖了个底朝天。听完他的故事，我只想说，这哪是征地啊，分明是抢劫。老李回忆，2000年在深圳某个村子参与征地时，国土部门领导直接发话，数据按我说的报，别真去量。当时1亩地的补偿标准是1万块，可这钱从市里到村里层层扒皮，到农民手里就剩4000块。咋回事？官员把测绘数据动了手脚。本来征了1000亩地，他们只报700亩，剩下300亩呢。私下瓜分了。这300亩要是按市场价卖给开发商，每亩少说值50万，300亩就是1.5个亿。这钱哪儿去了？进了谁的口袋？老李说，从县长到村支书，一个都跑不了，职位越高，分得越多。再看2017年湖南郴州汝城县的一个公路项目，老李在那儿负责修路，征地补偿标准是每平米2块钱，农民签字同意了。可县政府上报时，愣是把价格改成22块1平米。10万平米的土地，账面赔偿款是220万，可农民实际拿到手的才20多万，差的200万呢。老李问国土部门的人，人家让他闭嘴，别多管闲事。后来他才知道，这钱从县领导到镇长，按级别分了，领导拿大头，村干部喝点汤，连问都不敢问。还有更狠的，长沙一个市政道路项目，征了102户人家，政府批了2.2亿赔偿款，平均每户该拿200万。可实际呢？除了几个跟村干部沾亲带故的能拿120万，其他人最多80万，好多家庭连70万都没见着。2.2亿到手不到1亿，
剩下的1.3亿哪儿去了？老李叹气，老百姓知道钱被贪了，可谁敢吱声？告也没用，法院都是他们的人。这些案例听着像段子，可惜是真的。老李说，这种事在全国遍地开花，征地就是官员的提款机。农民呢，手里攥着几千块，地没了，房没了，连活路都没了。老李干了30年，算是看透了。土地财政这套制度，压根儿就是给官员量身定做的敛财工具。咋回事？听我慢慢说。第一招，低买高卖，工业用地变金矿。老李讲过一个例子，有个国营工厂，本来还能凑合活着，可地方官看上了他的地，非要整破产。破产后，官员安排自己人低价收购，工业用地一转手变成商业用地，价格翻5倍。举个数，假设这块地100亩，工业用地每亩20万，收购花了2000万，转成商业用地每亩100万，卖出去就是1个亿，差价8000万，全进了官员腰包。这种操作全国多的是。2022年，光是工业用地转商业用地的案例就超3000起，涉及金额上万亿。第二招，层层节流，农民成冤大头。征地款从上面拨到地方，中间得过多少手？每过一层就少1块。2021年，审计部门查过一笔征地款，5000万从国库出去，到农民手里剩800万，84%的钱没了。这还只是查出来的，没查的更多。老李说，这就像强盗分赃，谁有权谁多拿，老百姓连渣都不剩。第三招，维权无门，敢吭声就收拾你。农民不服想告，门都没有。法院是政府的，开发商是后台。2023年全国征地诉讼案有2万多起，胜诉率不到5%，赢了的也拿不到几个钱。比如江苏一个农民告赢了，法院判赔50万，可实际到手才8万，剩下的被执行费用扣了。更有狠的，敢上访就抓你。2022年因征地被拘留的农民超过5000人，有的直接失踪了。这制度摆明了是强盗当道，老百姓连喊冤的地方都没有。土地财政崩了，地方官还在榨最后一点油水，老百姓呢？日子过得是真惨。2023年，统计局数据说，农民人均年收入1.8万，可这数字水分大得很。实际调查显示，湿地农民年收入平均不到8000块，30%的人直接失业。地没了，家没了，连种菜的份儿都没了，只能出去打工，可经济不好，工也找不到。更惨的是，征地还搭上命。2022年，四川一个村子因为征地补偿太低，村民堵路抗议，结果被镇压，死了3个人，伤了几十个。2023年，山东一个农民因为不肯搬，被活活烧死在家里，官方说是意外火灾，可谁信啊？这种事网上都压着，可消息还是传出来了，听得人心里发寒。再看看数据，2023年全国湿地农民超过5000万，占农村人口的10%。这5000万人里，70%没稳定收入，40%连医保都没。这些人咋活？靠天吃饭都没了天，只能靠捡垃圾要饭过日子。你说惨不惨？土地财政这棵大树倒了，地方官还在上面啃最后一口，可这火药桶已经点着了。2025年经济还在下滑，地方债高达120万亿，卖地收入撑不住，政府只能加税加罚款，可老百姓哪还有钱交？征地纠纷越来越多，冲突越来越狠，社会就像个高压锅，随时炸开。老李绝望地说，这帮当官的就是强盗，制度不改，腐败不止，老百姓只能被榨干。这话听着刺耳，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00后不是说要整顿职场吗？可面对这种制度，他们能硬到哪儿去？
80后、90后背着房贷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还不是照样忍着？中国人啥时候能不忍了？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，再这么下去，真得出大事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。如果你觉得在野说的有理，点个赞，留个言，转一下支持下。咱们下期再聊，看看这破船还能漂多久。